同学们好，下面首先我们学习全身腕诊。全身腕诊又称为整体腕诊，是医生在诊查病人的时候，首先对病人的精神、色泽、形体和姿态等整体的表现进行扼要的观察，以其对病情的寒热虚实和轻重缓急等，能获得一个总体的印象。全身腕诊就是强调诊查病人时第一直觉印象的重要性。比如有2个病人，一个是昏迷的，被担架抬过来看病，面色晦暗；另外一个是活蹦乱跳的过来看病。就这2个病人，我们看一眼，第一直觉就是第一个病人病情比较重，第2个病人病情比较轻。因此，对病人第一直觉印象的观察，能对病人的神的腕衰和病情的轻重有一个初步的判断。全身腕诊包括腕神、腕色、腕形、腕态4个内容，我们分别进行讲解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腕神的内容。神是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称，是对人体生命现象的高度概括。这个神包括有2层含义，第一个是广义之神，又指神气，它是指机体的脏腑组织功能活动的外在表现和精神意识状态的综合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脏腑功能活动的外在表现呢？比如说，肝主疏泄，主藏血，它的外在表现与眼神、与神志、与筋骨活动有密切关系。心主血脉，它的外在与人体的面色、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以及语言有密切的关系。脾主运化，它的外在表现与人体的消化功能、与人体的胃口有关。肺主气司呼吸，它与人体的呼吸的均匀程度有密切关系。肾主藏精，主骨身髓通脑，所以人体的骨骼强健的外在表现可以反映肾精充足与否。所以这个外在表现，比如说胃口好不好，肌肉是不是丰满，筋骨活动是不是灵活，情志是不是开朗，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以及语言是不是清晰等等，都是脏腑功能活动的外在表现。这都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神气。神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指的狭义之神，它是指神志，就是指的心的神志的活动，包括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。所以中医上的神包括广义的神气和狭义的神志2个部分，它是与人体的5脏6腑的功能活动的外在表现，以及人的神志活动的一个综合。因此，我们通过腕神可以观察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，来判断病情。腕神的原理是什么呢？腕神的原理主要是神是脏腑精气的外在表现，所以腕神可以了解5脏6腑的精气盛衰，判断病情的轻重和预后。因此，《素问》有言：“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。”也就是说，得神的人5脏6腑的精气充足，则病情比较轻，预后也比较好；而失神的人5脏6腑精气虚衰，病情较重，预后不良。神是脏腑功能活动的外在表现，具体体现在人体的目光、色泽、神情和体态等方面。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神的具体表现。第一个表现就是两目。灵枢言：“目者心之始也”，表明眼神是心神的外在表现。灵枢又言：“5脏6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精”，这表明目为脏腑精气汇聚之处，所以目的视觉功能反映了5脏6腑的精气盛衰。如果两目神气充沛、精彩内涵，运动灵活、事物清晰为有神，是脏腑精气充足的表现；如果两目浮光外露、目无精彩、运动不灵、事物模糊为无神，是脏腑精气虚衰的表现。因此，我们说观察两目的眼神是腕神的重点。神的第二个具体表现就是色泽。色泽主要是指人体周身皮肤，尤其是以面部皮肤为主的色泽。
一门法律说：色者，神之起也。神旺则色旺，神衰则色衰，神藏则色藏，神怒则色怒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皮肤的色泽荣润与枯槁是脏腑精气盛衰重要的表现。神的第3个具体表现就是神情。神情是指人的精神意识和面部表情，是心神和脏腑精气的外在表现。如果心神正常，则神志清晰，思维有序，表情自然，反应灵敏；如果心神失常，则神志昏蒙，思维混乱，表情淡漠，反应迟钝。神的第4个具体表现就是体态。体态是指的形体动态，它是人体机能强弱的外在表现。如果形体丰满，动作自如，说明人的机能强壮；如果形体瘦削，动作艰难，说明人体的机能衰弱。望神除了重点观察以上的两目、色泽、神情和形态以外，还要结合语言、呼吸、舌象及脉象等综合判断。根据神的盛衰和病情的轻重，一般可分为得神、少神、失神、假神以及神乱5个方面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得神。这张照片就是得神的病人。得神通常表现为神志清楚、语言清晰、两目精彩、呼吸平稳、面色荣润、肌肉不削、动作自如、反应灵敏的人。得神与人体的正气充足、精气充盛有关。这种人要么就不得病，是健康人；要么既是得病，但是正气没有损伤，病情也比较轻。所以得神通常见于健康或者是病情比较轻的人群。失神又称为无神，是精亏神衰或邪盛神乱的重病的表现，通常见于久病虚症的病人或者是邪实的病人。我们这里面看到4个失神的病人，第一个是癌症晚期的病人，第2个是肺炎性心脏病脏器衰竭的病人，第3个是病情危重的病人，最后一个是子宫癌晚期的病人。这4个失神的病人均表现为精神萎靡、语言错乱、两目晦暗、呼吸气微、面色无华、形体盈瘦、动作艰难、反应迟钝。这是正气大衰、精气亏虚的表现。通常这种失神的病人见于慢性病、久病的病人，病情比较危重。而下面这个失神的病人是一个发高烧的病人，他表现出神志昏迷、说胡话，中医称为神昏张语，或者突然昏倒、呼吸急促、烦躁不安、四肢抽搐，或寻医摸床、搓空里线，或两手握固、牙关紧急。这是邪热亢盛所导致的机体功能严重障碍、气血津液失调，这是邪实的重症。这种邪实的失神病人通常见于急性病，病情也是比较重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失神的病人通常见于病情重的病人，它可以是慢性病，也可以是急性病。慢性病通常是正气大亏，急性病通常是邪热亢盛。我们学习了得神和失神，还有一种就是少神。少神是介于得神和失神之间的一种神气的表现，又称为神气不足。它的主要表现是精神萎靡不振、少气难言、两目乏神、面色少华、倦怠乏力、肌肉松软、动作迟缓。这种少神的病人通常是属于正气不足、精气轻度的损伤，通常病情比较轻，或是在疾病的恢复期，或者平时的体质就比较虚弱的病人。生活中或者临床上，亚健康的病人也是属于少神的范畴。假神主要见于久病重病之人，脏腑精气本来已经极度衰竭，而突然出现某种神气暂时好转的虚假的表现，这就是假神。比如原来目光呆滞，突然眼光有神，但浮光外露；本来面色晦暗，突然表现出面色有华，但是两拳泛红如妆；原来神志昏迷，或者是精神极度萎靡，突然神志清晰，想见亲人，
言语不休，但是精神烦躁不安。原来身体沉重难移，突然想起床活动，但不能够真正的自己走动。本来毫无食欲，久不能食，突然想吃饭，且食量大增，这些突然表现出来了好转的假象，就是假神。假神的出现是因为脏腑精气极度的衰竭，正气将脱，阴不敛阳，虚阳外越的表现，是阴阳即将离绝的前兆。古人把这种比喻为回光返照，或者是残灯复燃，这是危重病人临终前的一种表现。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假神和病情好转的区别。一般来说，假神主要见于垂危的病人，病人的局部的症状突然好转，与整体的病情并不相符合，而且维持比较短暂，病情很快恶化。而重病好转的病人，他的精神好转是逐渐表现出来的，并且与整体的状况好转是相一致的。比如饮食渐渐的增加，面色渐渐的红润，身体渐渐的康复等等。神的最后一个分类就是神乱。神乱是指精神错乱、神志失常，临床上常表现为焦虑、恐惧、狂躁不安、淡漠痴呆或者猝然昏倒。常见于暂躁症、狂病、癫病、痴呆病以及痫病。比如焦虑恐惧的病人常表现为时时恐惧、焦虑不安、心悸气促，不敢独居一室，这是因为心胆气虚、心神失阳的表现。比较常见于悲迭和暂躁这种郁病类的病人。狂躁不安的病人常表现为狂躁妄动、胡言乱语、少寐多梦、打人骂人、不必亲疏，这是由于痰火扰乱心神所致，常见于狂病的病人。淡漠痴呆的病人多表现为表情淡漠、神志痴呆、喃喃自语、哭笑无常、悲观失望，这是由痰浊蒙蔽心窍或者先天禀赋不足所导致的，通常见于癫病或者是老年性痴呆。猝然昏倒的病人常表现为突然昏倒、不省人事、口吐白沫、四肢抽搐、口中如作猪羊之声，过一会儿就会苏醒，醒后跟正常人一样。这是由于脏腑失调、罡风夹痰上扰、闭阻清窍所导致的病变，比较常见于痫病的病人。以上是全身万诊治万神的内容，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